你敢信吗？马来西亚的边检居然要搬进新加坡了。过去我们从新加坡去新山，最痛苦的根本不是距离，而是大排长龙和重复通关。你知道吗？新马长堤可是全球最繁忙的陆路口岸之一，每天有超过30万人次在这里往返，两边都要盖章。遇到长堤塞车或者节假日大塞车，原本半小时的路程硬生生被拉长到3-4个小时，真的是让人在车里怀疑人生，连上个厕所都成了奢望。但是现在，新马交通终于迎来了史诗级的大洗牌，即将通车的 RTS Link 柔新捷运推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超级大招，那就是一次通关，两国边检直接设在一起。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长堤塞车的噩梦可能彻底成为历史。这会不会彻底改变我们新马两地的跨境生活方式？未来的双城生活究竟会变成什么样？经常往返新马的朋友肯定深有体会。现有的陆路通关方式，不管是坐巴士、骑摩托还是自己开车，最大的问题就是极度的不可控。你要在新加坡排一次队出境，然后挤上过境巴士或者慢慢挪动车子过个桥，到了新山又要再排一次长长的队等待入境。如果碰上公共假期、学校假期或者周末的高峰期，卡在关卡2-3个小时简直是家常便饭。想象一下，在闷热的天气里，闻着汽车尾气，看着前面看不到头的队伍，那种焦虑感真的会让人崩溃。这种低效不仅浪费了我们宝贵的生命和时间，更可怕的是隐形的跨境成本。几十万的通勤族每天起早贪黑，身心疲惫地把精力消耗在路上，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商务合作因为交通不确定性大打折扣，甚至导致错失良机。就连周末想去新山吃个便宜又正宗的美食，按个摩放松一下，一想到要排队塞车经历9981难，瞬间就打退堂鼓了。可以说，新马跨境的瓶颈从来都不是直线距离上的交通，而是极其繁琐的边检效率。那这个让人头疼了几十年，甚至被吐槽了无数次的老问题，这次到底要怎么解决呢？答案就是 RTS Link 柔新捷运的一次通关机制。简单来说，这条全长4公里，连接新加坡乌兰北站和新山五级查卡站的跨国捷运线，搞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核心制度创新，叫做边检共设。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通俗点讲，就是马来西亚的边检人员会直接跨国驻扎在新加坡的站点，同样，新加坡的边检也会直接设在马来西亚的出发站。这就好比把两个国家的国门搬到了同一个屋檐下。当你从新加坡出发时，你只需要在乌兰北站的大厅里依次通过新加坡的出境检查，紧接着走几步路，直接完成马来西亚的入境检查，所有手续在一个地方一次性搞定。上车后，捷运只要短短5分钟就能跨越柔佛海峡抵达新山，而且没几分钟就有一班车。最爽的是，下车后你可以直接刷卡出站，完全不用再排第2次队去盖章。反过来，从新山回新加坡也是一模一样的丝滑操作，这就把原本极度不可控，动辄按小时计算的通关时间，彻底压缩到了可预期的10几分钟内。听起来是不是超级爽？简直是通勤族的福音。但这套新机制一旦真正跑通，对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到底会带来多大、多深刻的改变？这绝对不只是少排个队那么简单，它将彻底重塑我们的生活方式。首先，对于每天苦哈哈、起早贪黑的跨境通勤族来说，时间终于变得稳定可控了。你再也不用为了躲避塞车而凌晨4点起床，完全可以精准规划早上几点出门，晚上几点能准时回家陪家人吃顿热腾腾的晚饭，生活幸福感绝对直线飙升。而对于周末喜欢去新山消费的新加坡人来说，以后去新山就像搭一趟普通的地铁去乌节路一样方便，真正做到说走就走。你可以随时去新山买日常杂货，做个美容理发，看场便宜的电影，甚至吃个夜宵再回新加坡睡觉。对于跨国探亲的家庭或者每天两地跑的留学生来说，
跨境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大幅度下降，周末见面的频率肯定会直线上升，亲情再也不会被长堤阻隔，甚至会有更多新加坡人考虑在新山租房或买房。可以说，随着交通阻碍的彻底消失，心理上的国界也会变得模糊。新山很有可能会变成更多新加坡人不可或缺的生活延伸区和后花园。不过，你以为这就完了吗？这只是表面现象，其实背后的宏观经济账比我们普通人想象的还要庞大得多。这绝对不仅是一项单纯的交通工程，更是一次史诗级的新马两地经济重塑。从新加坡的角度来看，面对日益高涨的物价和租金，更便捷的交通可以顺理成章地把一部分生活、休闲甚至养老消费需求外溢到新山，大大缓解新加坡本地居民的生活成本压力。同时，这也让人才和劳动力的流动变得更加灵活，新加坡企业可以更容易地雇佣到对岸的优秀员工。而从马来西亚的角度来看，新山的房地产、商业零售、医疗、旅游和餐饮业绝对是最大的直接受益者。特别是靠近捷运站的5级查卡区域，房价和租金潜力已经被很多投资者盯上。有了柔新经济特区的加持，新山非常有潜力发展成类似中国深圳那样，承接香港外溢效应的超级卫星城。从更宏观的区域层面来看，新马两地的供应链协作、跨国企业布局会变得前所未有的紧密，最终形成一个高度一体化、极具国际竞争力的超级经济走廊。一句话总结 ，RTS Link 的野心就是要打破物理隔阂，把2个独立的城市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同城生活圈。但是，凡事都有两面性，一次通关的设想虽然美好，但在实际落地中真的就完美无缺吗？效率暴增的同时，我们也得保持理智，面对随之而来的新争议和潜在风险。首先，结合之前 VTL 的经验，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像 MDAC 电子入境卡这种数字化集成的系统准备工作。如果系统对接不顺畅，千万别因为没填表或者网络卡顿，再次把人流堵在新的关卡大厅里。另外，马来西亚边检直接设在新加坡领土上，这种主权交叠的创新操作虽然方便，但在执法权限和司法管辖上，会不会在未来引发一些政治上的敏感争议？这还有待时间观察。更现实也更接地气的问题是，通关变快后，周末的人流绝对会呈指数级暴增。新山市区现有的道路交通和基础设施，真的能承受得住这么庞大的消费大军吗？但不管怎样，每一次通关方式的迭代升级，本质上都是在打破壁垒，拉近人与人、心与心的距离。当长堤排队的烦恼彻底消失，剩下的就会是那碗热腾腾的沙包肉骨茶和故友重逢时毫无负担的欢笑。我是 Jen， 我会持续为你深度关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经济脉动和生活变迁。如果你也期待未来能更自由、更体面地穿梭在新马双城之间，别忘了帮我点个赞，这能让算法把视频推给更多有需要的人。也记得把这期视频分享给那个常和你一起去新山吃喝玩乐的朋友。顺便去评论区告诉我，通关变快后，你最想去新山做的第一件事到底是什么？是吃顿海鲜大餐，疯狂扫货，还是去洗个车？